刷电路板产业有着电子工业之母之称，是电子科技蓬勃发展的重要幕后推手。台湾电路板协会拥有近700家的电子供应链会员，在 PCB 产业及会员热心支持之下，于2015年成立电路板环境公益基金会。基金会是以环境教育为使命，透过环境教育推广正确的环境教育观念，提升台湾整体绿色竞争实力。PCB 产业和环境要如何达到兼容并蓄？最具前瞻性的做法，便是将永续观念落实于全龄教育。推广环保，我认为必须从教育做起，观念对了，就不会做出伤害环境的事。因此，延续台湾电路板协会的公益理念，我们将环境教育向下扎根，依据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规划了4大服务项目，分别是国中小 ECO 达人校园分享会、高中职科技引赖、大学环境永续立未来，以及环境教育研究生奖学金等计划。TPCF 自2018年汇集产业优势，培训 PCB 产业人才为专业讲师，透过各赞助企业的积极响应，迄今举办超过100场的高中职生涯探索课程，为产官学之间搭起优质的桥梁。我们发现，高中职的学生在生涯选择方面是学校没有教的事情，许多学校也迫切需要这样的资源。刚好基金会是电路板产业共同支持成立，其背后强大的电子制造业的背景，使我们更有信心展开这项计划。电路板基金会设计的课程是非常完整，而且它对于学生里面的回馈是非常直接的，所以透过第一线跟学生们的互动，其实可以看到学生们他们真实所需要的一些课程外的一些训练跟教材的部分。那基金会的课程刚好就补齐了这一块，把我们的产业的上中下游区分出来，透过上中下游里面带到一些环保议题，包含供应链跟减碳的碳足迹的部分。学生在一开始呢，可能都还不太会有对于这些科技的想法跟观念，都算是蛮模糊的。但是到课程结束之后，甚至都可以讲出一些可能我们也想不到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老师跟在旁边也很有收获。导师给我们看影片，里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装置，它叫做立场装甲，并且它能够有效地提升用路的安全。讲师给出的预测图中，它竟然只要在5到10年就可以被成功研发，我才了解到科技的进展是如此的快速。这堂课比较务实，让我们比较去理解说真正将来的科技发展的方向是长什么样子，对于我未来的生涯方向有一个更明确的选择。应用到未来的职业，我不但说可以创造更多工作机会，我把现在现有的制度或者现有一些传统的东西，我把它变得更创新。有一个让我感到很有兴趣的是，用科技去治疗动物。我想从事生物工程，所以看完这堂课之后，我想要把这个科技实际的创造出来。分组的形态让我们来讨论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也能够让我们促进一些自己的思考。一起分享想法的时候，很像是原子的相撞，总是会产生很多新奇的想法，让我知道说，也许我的想法不能永远拘泥在一个小圈子里。我也可以更关注这个环保的意识，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就是受很污染，然后我们需要更多环保，然后帮助我们地球。基金会以教育为轴心，将环境、永续、净零等议题的齿轮安装在孩子们的心中，使其转动。当大家都有相同的目标与共识的时候，向前走的步伐才能加快。高调做公益，大家都能参与，是让绿色永续、使爱心无限最简单的方法。